嗨，大家好，我是老五前的 GT， 我是老大。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一下Creality 10周年最新产品。对，他在每季都是4月9号还是4月10号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上一支影片发布后隔天发布的。对。那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更新速度变超级快，感觉我们这里有点上进。没错，上进变良。对。好，那我们这次一样要先介绍一下，跟上一支影片做一个呼应，就是我们一样介绍 Creality 的14K 的电影机。会这样做是因为最近真的出太多14K， 对，或者是12K 的3D 电影机。对，那我们也可以预告一下，其实 PhoneLab 跟那个就是 Elegoo 也有出一台新的，那我们也蛮推荐的，之后再整理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先介绍 Creality 的这一台，它叫 Halot 不知道怎么念，反正等一下影片里面应该会告诉对，他等一下会教我怎么念。好，我们开始吧。这部影片花了大概29秒，就是半分钟的时间1/3的时间。然后他先介绍一下珠宝设计师的工作内容。对，其实蛮闲的，一天就接一单而已。还有一个漂亮的妹子。对。那首先来讲，这个机器它第一时间就已经展现出它的一个特色，掀盖，它是上掀式的。对，这就其实我觉得算很方便了。对，还记得上个礼拜有谁是不是上个礼拜还记得？我记得没错的话，除了 Anycube 不是以外，Nova 3D 跟那个 Frozen Raffle 都是。对。OK， 所以有喜欢这个因素的，请考虑。对，它跟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它看起来又是同一个规格的 LCD 片16.8乘24.8 micron 的像素格。对，我都快记住了，然后10.1寸。对。那这个的话，我猜真的是可能有新的面板厂，它有提供这样的尺寸出来，这样。所以跟上一支影片的3台都一模一样的规格，没错。对，忽然间想到，这一次 PhoneLab 出最新的第4 PhoneLab 4的时候，它也是采用 LCD 的方法，就它已经改掉它原本的这个 SLA 的方法。对，但它好像用的不是14K。那我们就，然后刚刚那边其实有一个小细节，对，这里，对。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完全不懂他想要表达什么，因为实在是不是很确定，因为别人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广告在宣传过这个内容。然后我们有认真看他各种的介绍文章之类的时候，对，他其实他官网有讲。首先第一个，他这边的调频是手动调频，没错，这边有4颗螺丝，对，所以跟那个传统的松开来，然后就是比较传统调频方法。对，然后他这边用2.25倍的 leveling tension， 他想表达的是他在孔位的那个地方有做一些叫拉丝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工艺，让它锁上去之后它非常的紧。对，让你锁螺丝的时候可以锁得更紧。换句话说，就是在移动过程中比较不会位移这样。对，就是你可能以前是3个月调一次，你现在可能2.25倍的话，你可能就是6.75个月来调一次就好了。对，好，所以总之就是手动调频，不喜欢的人要考虑。但它有一些改善方法。它这个延长方法就让你手动调频次数变少。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的载台有做雷射拉丝的花纹处理。所以这跟应该蛮多家厂商也有的吧？对，其实不管是 Frozen 啊、Anycube 或者是 Elegoo 都有。那这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印出来的底板会有那个花纹，但因为现在大家的底板都是那个法片嘛，所以其实也看不太到。他说有一些人，像我们很久以前曾经用过弹簧钢，对，在这种底板上面。那是不是用弹簧钢之后，这些花纹其实就完全不重要？如果你使用弹簧钢的话，可能就不重要。那尤其是现在它又标榜是快速猎鹰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你用弹簧钢的话，或许会变得更方便，因为你拿下来换一片弹簧钢就可以使用。那同样就是，通常弹簧钢上面也会有这种雷射雕纹。对，所以。可是相比于手动调频，可能问题比较小。如果今天是自动调频的话，你要注意会不会压到的问题。要看它的是统一的位置，还是它是有
那个 sensor 去感应的，还是说它是有压力 sensor？要加那种东西，通常也蛮厚的，可能会有个1公分吗？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没有1公分太厚，可能5米有5米。它下面会有一个很厚的软磁铁的。对对对，我觉得可能5-6米有。我觉得是蛮厚的，所以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平台压烂。就是要确定要限位开关有办法侦测到。对 ，OK。自己的切片软体，还有它宣称使用这台机器的快速列印模式。对，然后还有相同的就是它刚刚在那边有一个手动倒料的地方，但是它的文章里面有提到，它其实可以加购。对对对对对，那个自动注料再回收的系统。但是那个东西的话是属于要额外添购的一个附件，附加元件。对。云端上传，超级快速。它的 Dynamics Mode， 对，反正就是它的快速列印模式。对，但跟上传速度没有关系。1小时15公分，这个其实算蛮快的。但上礼拜之前讲的那几台是不是也几乎也都在这个速度上达到这个速度范围？这地方我不得不讲，就是我很少看到笔图可以笔图这么漂亮的。它就笔图这样刷，完全没有笔痕，就有这种金属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不得不讲，这支影片前面30秒在拍这个 model， 接下来看起来后面又是在继续这个 model， 可能30-40而且后面有趣咯，仔细看后面有趣咯。他换了一个新的 model。就他中间有讲事情的，就中间30秒。不过这样讲也对，因为其实以光波来讲，会真正拿来使用的很大一部分也有珠宝设计师，因为他们可以拿来做铸蜡的模型来使用，所以其实对他们也是很方便。所以你觉得这台机器跟前几个礼拜的那3台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程度上的不一样的话，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一样有属于自己的切片软体。那这个的话，过去的机器好像 Anycube 有。然后其他的没有，那这个它有自己的切片软体，我觉得还不错。然后还是上千式的机器，然后 Creality 也是目前还蛮大的一个厂商，所以对它来讲，品质一定的程度上应该还是能够信任的。而且 Creality 都是以高 CP 值著称，所以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但是它每一项都做到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基本上现在消费者可能觉得重要的条件大部分有，对，就是除了调频，对，不是自动的之外。但它还有一些东西它没有，它有这些功能，但它好像没有讲。对，譬如说压力sensor感应。那我们先回到它的那个官网介绍的地方来看，对，它其实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发音怎么念。然后它的列印的尺寸是2×126×230，所以其实最大的差别还是高度。基本上就还算高的，对，因为这几台系列里面最小的大概是200吧，对，最大的好像有到26，对不对？对。其实现在新一代的离型膜都已经不是用 FEP 或 NFEP 了，现在新一代离型膜有分第3代跟第4代的。第3代的话就是现在不管是常用在 Anycube 或是 Frozen 上的 ACF 膜。那最近我在联系这种做离型膜厂商有一种第4代离型膜叫 TCF 膜。TCF。那我们未来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自己也可以买个2片来测试看看。对，它毕竟我现在一定都在100片，所以我有点害怕，所以我们先等市场上有了我们再定。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想要讲的那个它的2.25倍的这个水平的这个压力的怎么调整。LCD 面板看起来有点小小的。对，但是找到这个。这个它的这个 pump 的功能其实看起来其实还不错。就大家一定有个经验，就是印完之后一定会剩一点，或者是剩很多，反正都一样。那它可以主动把你的这些料先收起来，然后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再放出来。厉害的地方是这边有中文因为这家厂商拍的中文，但这个好处就是它你的树脂不会氧化那么严重，
因为毕竟料槽是一个很大的平面嘛，它其实氧化能力是很快的。我印象中，我曾经有几个礼拜没有去管它的时候，上面其实原本是白色的树脂就变得有点黄黄的。那我觉得这就是氧化太严重了。它那个速度看起来其实不快，对，它抽的速度非常快， 1分钟45cc 跟30cc。对，而且我看它这个设计，我猜它可能也不能收的很干净。对，应该最下面还是会有小层。对，它没有办法像那个FoamLab 一样，它是推过去的。好，那我们最后这边讲完之后，我还是要提一下这一台它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不好。很明显，就是它没有压力感测 sensor。如果你不小心一压到你的 LCD 就破了，有可能。对，但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最好还是要有，我自己觉得要有比较好。对，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缺点。然后这台机器现在可能看的地方好像还没有上市，对，或是要先预定还是什么的。没错，我记得我前几天在别的网站看，大概2600吗？RMB。好，那这个的话就是它的刚刚介绍就是这个 Harlot Mage S， 它新出的这台4月12号出的。然后这是它的介绍页面，但我们猜它的价格应该也会在2600块左右了，因为我看到 Anycube 他们的定价都在这个区间，尤其是中国3D 列印三杰 Anycube、Elegoo 跟这个 Creality， 他们价格其实都定得很刚好，差不多就是12000到15000，我觉得。对，我觉得最主要，而且他们有优惠的时候都差不多同时间，他们竞争蛮激烈，所以我猜应该在这个区间里面。好，那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只介绍光固化列印机而已，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很多光固化列印机的其他台的优缺点比较，那我们现在介绍另外一台，它是在10周年发布会上，对，他们的 FDM 3D 列印机，没错。那这一台呢，大家从外观上一看，哇，就会觉得说好像似曾相识的感觉，迎面而来。那这一台呢，我有看到展览上有实机，那其实从远处看的时候，长得跟那个本部很像。那本部就是中国现在新杀出来的一个3D 列印的厂商。我看到很多人在各种3D 列印社团里面，现在有一种风潮就是推崇本部这样。对。会有一种本部现在就是一种信仰，最强的信仰的。对对对，这种是我以前哪边有看到，就是 Prusa 的时候也会这样。那感觉最近 Prusa 有点被挤掉了。就是现在感觉开始3D 列印厂商在 FDM 的领域有各种想要推出超越本部的趋势出现。对，但是很多人会开始维护本部的信仰感觉。对对对对对。那按照我们频道的立场，其实我们本身并没有很坚贞的信仰，我们就是推崇什么东西是好的、方便的、便宜的，就是我们会去使用的。就是理论上只会越来越好，但是有可能是同一家越来越好，也有可能大家一起变越来越好。对，那我觉得像本部这种算是规则改变者，它其实就是让很多3D 列印有一些新的规则去出现，我觉得这是好的。所以这台基本上它叫 K2 Plus， 那基本上前面也有一台叫 K1。对，那这台我们之前在频道里面有稍微提过。对，那 K1 那时候对标其实就是没有 MS 系统的 X1 卡泵，或者是 P1P 之类的，或 P1P，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对标 X1，因为它前面的那个 LCD 幕是触控的。对啊，它也有风箱什么的。对，那其实就比较接近于 X1 卡泵。OK， 那这一台的话跟本部，如果对手是本部的话，那跟它最大的差别就是，首先第一个列印面积350，对，列印面积是350。我们往下瞄一下。OK， 这边列印面积是350立方。对，所以就是350乘350乘350。350跟256其实差蛮多的。256嘛，对，那一个边差了快10公分。你知道350感起来它是剑指谁，你知道吗？Prusa XL， 对啊，因为 Prusa XL 就是360，所以光看这样就是350嘛，然后风箱的，然后也是高速列印的模式，然后再4个色的。类似 AMS 的系统。对，这边它推出的说叫 Creality 的自己的多色列印系统，它叫做 CFS。对 ，Creality 的 Filament System 这样。没错。然后这个应该也是搭配 K2 系列的。对，或者是能不能往下放就不确定。或许也有机会，但对前期的机器可能就没有的。没有办法，对。忽然想到这一套的切色换色系统，其实我自己觉得跟那个是非常像的。
哪个？跟 Prusa 的 MMU2 或 MMU3 其实还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它的整合性做的，我觉得比 Prusa 的 MMU 系统好非常多。然后回抽的距离也没有那么长。对，回收距离也没有到那么长。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固定式的管道内进行。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尤其它的涂料切色都做的比稳定性做的比较好，比 Prusa 的 MMU 好很多。所以为什么它这个方选一出来之后，其实就把 MMU 打趴这样子。对。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它的那个 A1 Mini 的时候又回去抄 Prusa MMU1 的这个系统。所以其实你也说不上来到底哪个系统比较好，他们就是看哪个抄哪个。我觉得多色列印主要是要稳定吧，你只要做得够稳定的话，其实不管是哪个系统都可以做得不错这样。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使用了将近半年的 Prusa XL 的经验，可能没有半年，3个月 Prusa XL 的经验，我不得不说 Prusa XL 的多色列印的切换的速度，还有它列印成品的时间，其实都比 Carbon 快非常多了，因为它不用把线抽回去再推进来。对，但是它等于它必须要同时被5套完整的系统，就5颗翻头，对，大家才有办法达成这个效果。但是如果你要疯狂切色的时候，XL 还是有它的优势在，各有利弊。对，它的缺点就是太贵了。OK， 所以这台的话就是新加入的多色猎鹰战场。对，为什么说新加入呢？因为这个战场现在很多机器嗷嗷待哺，然后它是即将抵达7月31号。对，那还有谁呢？我们先预告一下，有我们频道的老厂商 Frozen。Arco 它也要加入这个战场，对，就是 FDM 的多色猎鹰市场。对，然后第一次投入就直接投入多色猎鹰市场，这其实非常厉害的。还有 Anycube 也要投入这个市场，对，所以其实这个战场是越来越多人了。你还记得以前的多色猎鹰是用那个调色盘吗？对，现在好像很久没听到调色盘这个内容了。完蛋，他们失效。对，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还是蛮喜欢调色盘这种方法的，因为它等于是一条线，它不用那边重复拉拔来去的，它后面帮你把它融在一起。对，它直接帮你接好，这一点其实很方便。反正就后面吐掉的时候把它吐干净就好，把融掉那部分吐掉其实也不错。但总而言之稳定吧，然后价格够吸引人，对，就有可战。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调色盘它是个独立的厂商，对，它如果被譬如说 LT Maker 收购，它完全融入 LT Maker 整套系统里面的时候，或许它又可以打破一次新的市场规则，有可能，因为它等于就是一套整合好的，而不是一个很好的外挂设备挂来挂去，然后都没有兼容的特别好，而且感觉啦，就是颜色的支援程度吧。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玩成这样子，接下来比的应该不是谁能做到这件事情，对，比的可能是谁的能力更好，谁印得更漂亮，谁切得更快。所以我觉得现在速度，如果你都是用这种系统的话，速度差不了太多。对，印的更好不好，我觉得品质也不会差的太多，可能跟原本的设计。所以我觉得现在问题是下一个战场比的可能是谁支援的多色量比较多。多色量的多，像基本上保底都是4色嘛，几乎都是的。对，但其实要变成16色也没有很难，因为它的速度并不会差太多，主要就是你切的时间。他们要变16色是要外接3台，对，一样的东西，然后用 hub 把它连接起来。对，原本是1台变4台这样子。所以我想会不会以后要比的东西是你光一个配件可以印的多色程度？对，我觉得说不定新的方向可能就刚被我猜到，就是有厂商去收购调色盘，然后把调色盘融入到它整台机器的运作里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因为调色盘保底是8色，所以或许有机会。而且我觉得调色盘的那个模式，它只是外面多插个，它说不定可以插到16色都没什么问题。但我觉得真正非常让人动心的这种彩色猎鹰模式，是你知道沐浴吗？那种彩色3D 猎鹰。哦，我知道。用 UV 光搭配 CMYK 这种立体性的颜料的。沐浴的话用的是 UV 的技术，那还有另外一间厂商我也不知道，但它用的是粉末烧结的技术，都可以达到彩色。那种就是有像 UV 猎鹰，或者它是立体型的 UV 猎鹰。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那种机器动辄150万以上。但如果那种机器可以降到不要是多少，假如10万块，或是甚至是5万块，我们工作室好像就有机会可以买，5万块就一般民众都有机会可以买到的。那样子的话，它就会让这种
四色数位型的多色变成类比型彩色。对，因为它那种 UV 的话，它都是几千色的，甚至几千万色去调整。连续性的彩色，这种是比较数位型彩色。它就是1、2、3、4。对，那我们当然是期待这个多色猎鹰的市场可以越来越多竞争者。那这样对于我们一般家用或商用的工作室来讲就会受益，然后可以让多色不要再从五色少的颜色去做调整，而是能直接变成连续型的彩色，或许是未来的趋势。对，因为像这个如果可以到16色的话，它其实颜色的数量就比 XL 多了。对，因为毕竟 XL 每多一套，它就得多一套喷头的成本。还记得喷头一套多少钱吗？500吧，$500，所以他换一套，基本上他换3个喷头就可以再买一台新的Carbon了。对，没错。OK， 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边。那我们先预告一下，接下来会介绍一下很多，不管是新的光挂猎鹰机，还是新的多色猎鹰系统。那我们大家再拭目以待吧。OK， 想关注更多3D 猎鹰的新闻，或者是你有喜欢的，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频道下面。OK， 这里是老虎钳工作室，我们下次见，拜拜。